这一会儿上来的鱼货倒是挺大条的啊，不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的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二个网。第一个网收获算是还可以吧，上了挺多这个小剥皮，有个5、60条吧，有个10斤左右。其他的鱼货虽然比较少啊，但是也算是还是挺可以的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，希望下一个网就能来一些值钱的鱼货吧。第二个网放的位置就不是在第一个网旁边了，要往后面绕一点。先给第一个网捕上的那几条小剥皮放一下气压。这样子来看，应该第一个网捕到有个10几斤的这个小剥皮鱼吧，但是数量依然还是不算多。围岛放网的第二个网啊，依然这个网也是在小岛的旁边，要不然怎么叫做围岛放网呢？感觉现在风浪有点过来的意思啊，船感觉也是摇晃了不少。不应该啊，明明天气预报说今天也是特别晴朗的呀。不过最近的天气预报也是经常不准啊，偶尔说天气晴朗，也是经常会有大风过来。也希望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吧。好了，网拉上来了啊，先上来一条小剥皮鱼。最近每个网的第一条鱼货都是小剥皮鱼，第二条鱼货也是小剥皮鱼啊，好像现在数量不多了。如果天气预报一不准，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啊。特别像是我们这种跑外海的，路途比较遥远啊，网也是放在海里面了，不拉上来又不行，拉了好像又耽误时间。近海捕的就不一样嘛，它路程比较近，一下子就回到去了。要不然我们每一次出海都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先。不过天气的多变性很多都是想不到的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啊，所以渔民都是看天吃饭，就是这样子。海花区的位置就是小剥皮会多一些，这一次回去卖的小剥皮也是降价了几块钱啊，现在应该是62块钱，上一次是65块钱，降价了3块钱啊，对捕到的数量多的还是非常的不划算的。10斤就是30块，100斤是300块了。不过今天捕到的小剥皮数量已经没有前几次过来外海的多了，一上来都是零星的几条而已啊，没有遇到一整群的过来。像这种一拉上来2条的已经算是比较多了，基本也都是拉上来1条而已啊。这里倒是一下子来了4条啊，这种情况在今天就比较少见了。前几次的外海倒是挺常见的，今天倒是很少见。好像是今天2个网的第一次这样子。观赏鱼就放回海里面去吧。这一会也是连续的来小剥皮鱼啊，但是其他的鱼货却没有见到。今天的小剥皮看起来是肥一些啊，但是大条就大条不到哪里去啊，像这样子已经算是比较大条的了。泥猛鱼啊，这一个网的第一条泥猛鱼，现在的泥猛鱼都不是很大条，基本也都是这种3、4两的样子而已啊。毕竟旺季啊还没有到啊，开始怀念那种拉上来泥猛鱼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时候了。那时候虽然泥猛鱼比较便宜啊，但是数量是真的足够多，有时候一次外海就能捕到个200、300斤的泥猛鱼呢。哦，这里来一条海鲤鱼哦。现在的海鲤鱼是真的肥而且大条啊，这个季节的海鲤鱼是旺季啊，所以一条都是1斤左右。拉完一条又来一条，也是挺肥的。现在的海鲤鱼1斤也是50块钱左右而已啊，还是比较合适的。海鲤鱼我们这边也叫做红鱼，跟淡水鲤鱼是不搭边的哦。因为它的嘴巴也是长着2条胡须，所以就叫它海鲤鱼了。现在这个季节的海鲤鱼肉就是非常的肥美，而且鱼肉还是雪白似的，呈这个蒜瓣状，鱼油就是红似的，蒸出有一股特殊的鱼香味。这一会儿虽然连续的来小剥皮啊，但是其实数量不多的。也有像刚刚那种一上来就是4条的感觉了，一上来1、2条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。这个季节的小剥皮依然还是旺季啊，天气还没冷，小剥皮数量也算是比较多的。所以现在吃小剥皮是不错的选择，而且小剥皮属于那种怎么做都好吃的食材，本身是没有硬刺跟小刺的。要把它的皮剥一下就可以吃了，这个我也可以代劳。关键也是趁现在小剥皮降价了，可以入手一些。
我也是准备在它降价的这个时候囤一点货啊，留着慢慢吃都行。毕竟等天气开始冷的时候，出海捕鱼的次数就慢慢的减少了，一个月都出不了几次。所以留点海鲜在冰箱慢慢吃都行。毕竟也是靠海吃海啊，山上那些山珍就没有那么多了，只能吃一点海味了。而且剥皮还是比较耐冻的，把它的皮剥好，然后冻上1个月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泥猛鱼就不是那么耐冻啊，差不多冻上个半个月就开始肉质就变得松散了。软体的海鲜就比较耐冻，比如鱿鱼啊、墨鱼啊、章鱼之类的就特别的耐冻，冻上个半年、1年的都没问题。海鱼类的就不是很耐冻了啊，10天半个月吧。后面是来了条真鲷啊，这条真鲷还算是比较小条的吧，这个季节也没什么大真鲷，1斤左右的真鲷拿清蒸就合适。这条海鲢清蒸也不错，看起来就是红红火火的。这一条海鲢就要大条一些了，看起来肉质也是肥美一些啊。吃海鱼也是鱼越肥越好吃啊，毕竟鱼越肥啊，它的油脂就会比较高一些，油脂比较高，它的鱼肉就是特别的香了。这里是连续的来海鲢鱼哦，海鲢鱼上多一些也是挺不错的，毕竟也是比较大条啊，价格也是还好。现在的海鲢普遍也都是1斤到1斤2之间的，一条就50块了。要连续上3、4条这种小剥皮才能顶一条这个海鲢鱼的价格。今天捕到的泥猛也是比较少啊，而且小条，那些大条的泥猛都跑哪里去了呀？这种一跳一跳的泥猛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它的背上的刺是有微毒的，如果被它一跳都刺到手的话，会痛很久的，所以要小心一点才好。连续来的也都是这些小剥皮啊，但是数量又不多，平均也是4条到5条1斤啊。这种能一下来2条的就算是比较好的了。看来最近的天气渐渐的凉快，剥皮也是渐渐的变少了。连海花都拉上来一大束啊！这几次外海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值钱的鱼货过来。这里来了一条英哥鱼啊，这个网的第1条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季节的英哥应该也是数量还可以的呀。不过现在的英哥1斤也是有45块钱啊，不过要养活着才有这个价格，挂掉了就便宜几块钱了。最近几次的外海捕鱼啊，除了上了一只龙虾之外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鱼货了。海红蚌是真的好少见啊，大山刀就更不用说了。好像都快1年没有遇到大山刀过来了。石鲷鱼以前倒是偶尔还能捕上个1、2条上来，难道也是因为这几种值钱的鱼货这个季节还没到吗？应该也不是这样说的吧，有时候钓鱼都能钓到几条这种值钱的鱼货。而且这2个放在小岛旁边的渔网也是没有捕到什么石斑类的上来，毕竟也是放在全部礁石区的位置呀。有可能这个季节的石斑类不喜欢出来活动吧。又是观赏鱼啊，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吧。差不多这个网也是接近尾声了，鱼货也是一般般。哇，又是来了一个大八爪鱼，直接把船板都给吸住了，不过一拉就拉上来了，赶紧扬起来。现在好像有点小浪过来了，一摇一晃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那种破掉的渔网吧。这个网的第2条真鲷啊，这条也是要1斤出头吧。偶尔能上来几条这种真鲷也是挺不错的啊，毕竟价格还是挺好卖的。这一种规格的真鲷就是适合清蒸，1斤左右刚刚好，肉质也是比较嫩，不会柴的，简单的煮一下也行。但是做刺身的话就比较小条了，做刺身的话要那种3、4斤以上的真鲷就更合适一些。3条小剥皮一起来啊！毕竟今天的主要目标鱼种还是为了捕小剥皮为主吧。
再来一条真鲷，也是这种1斤左右的规格的。回去的时候也带一条回家清蒸，不错的。这一会儿上来的鱼货倒是挺大条的啊，不错。又来了一个八爪鱼，不过这个怎么没有活力了？难道是挂掉了？估计也是被它的同伴给咬了吧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挂掉的。这条八爪鱼直接就被爆头了。好的，然后这一个网立马也就是拉完了呀。收获一般般吧，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。第二个网也是拉完了啊，第二个网收获还行，上了挺多的这个剥皮鱼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鱼货，柠檬鱼啊什么的，还上来一些八爪鱼什么的。然后现在就准备过去拉第3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记得给我点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